本期话题：皇帝多是短命鬼。今天呢，咱们来说说中国古代皇帝的寿命问题。有人对中国古代所有皇帝做过统计，有明确资料记载的呢，生卒年份的呢，有209个皇帝，是有生卒年份记载的。这些人呢，在当时可以说是享受到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饮食方面也是由顶级厨师进行烹饪。就算拥有这样条件的皇帝，能活过80岁的，在这209人当中也就4位，而不足20岁就驾崩的就有31个人。这皇帝平均寿命算下来也就是39岁。比不少朝代就民间老百姓生活在困苦生活老百姓的平均年龄还要低。就这么来看呢，皇帝这个职业看似光鲜亮丽，其实是个高危人群。大臣呢磕头的时候高呼万岁，这万岁两字在今天看来是相当讽刺。那为什么古代皇帝短命鬼多呢？今天就给大伙分析分析这个事儿。首先导致皇帝命短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作压力大，过劳死。自古以来呢，你享受什么样权利就得履行什么样义务，这谁都无法避免，连皇上也不例外。你身为一国之主每天呢大臣们上的这个奏折堆得跟小山一样高，皇帝就得亲自去看，而朝堂上的事情国政都得需要皇上打理。你拿秦始皇为例，咱们都只记得他是千古一帝，你没想到这名号后边是多少个日夜辛劳付出。他每天阅读奏折都是以斤来计算的。为什么论斤呢？当时奏折是竹简，那时候纸还没有诞生。这种竹简呢，咱这么说吧，秦始皇一天至少要看120斤的竹简。就一个成捆的竹简1斤，秦始皇一天要看120个这个竹简呈上来的奏折，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你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然他批阅奏折的时候没秦始皇重了，有纸了嘛，但是一天也足足有200来份奏折。你把这200来份看下来，你肯定都得头多大，何况你还得做出自己判断，你还得批示呢。这工作搁现在来讲就太烧脑了。你再看清朝最著名的工作狂雍正皇帝，关于他说他一辈子批奏折13年批奏折写的字有1000万字。你说这个数字你听听，你说他能不累死吗？你现在很多穿越剧里边写说雍正一会儿和这个马尔泰若曦谈恋爱，一会儿又与晴川纠缠不清，一会儿又甄嬛怎么地，这太不负责任了。别说压根就没这些人，即使有，雍正皇帝也没工夫跟这些人扯淡，他还得批奏折呢。所以雍正一年365天就歇2天，一天是大年初一，一天是他过生日，他得干363天，你算算能不过劳死吗？这除了辛苦批阅奏折呢，有些负责任的皇帝还习惯凡事亲力亲为，一个人干所有人的活，久而久之就积劳成疾。这其中有这么一位，就是《资治通鉴》的最后一个主角，谁呢？周世宗柴荣。他在位就5年半，却干了别的皇帝30年都不一定干完的事，结果39岁就累死了。这个周世宗刚上台的时候豪情万丈，没有什么打仗经验，居然要率部队御驾亲征，大臣都反对，结果他一意孤行，真御驾亲征还就赢了。就周世宗柴荣这个人呢，非常聪明，学什么像什么。你看他在枪林弹雨当中都如此不要命，那平时工作你更能想象他是什么样的拼命三郎了。而后周的大小政事都由周世宗自己来决定，文武百官只能听令照办。他先后5次领兵出征，每次都亲力亲为，战斗在第一线。他聪明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柴荣率军打算从水路进攻南唐，但有段河道没法疏通，将领就禀报说河道一旦被决通了，河水就得倒灌，也没法安全施工。柴荣就亲自跑到河道边研究琢磨，结果几天之后传下手谕，这手谕里边有详细的施工方法，工匠按照这个来实行呢，果然安全疏通河道，大军得以出征。你说他是个水利专家。柴荣除了亲自出征呢，还礼贤下士，即使普通老百姓职位低下的人上书，他也亲自确认，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当时有个叫赵守威的，本来是一个屌丝村民，就稍微读过点书，就是因为徒步上书直接找柴荣，被柴荣接见，直接就当官，这让很多大臣都目瞪口呆。那么柴荣呢，嫌士兵不够勇猛，都是老弱病残，所以找了一帮土匪强盗，一帮亡命徒，
然后他亲自挨个面试，凡是身手敏捷的就免罪，还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亲兵。他去修筑宫殿的现场监工呢，发现农民工吃饭吃不饱，连餐具都没有，这回来他就把负责人给斩了。就这具体事都管，他甚至连弼马温的工作也管。他专门下诏书，说把那些已经生病老弱的马匹送到牧场，让他们颐养天年。你看这事他都管。所以在位短短5年半时间里，他真干了太多的事儿了：清吏治、选人才均定田赋、整顿禁军、限制佛教、奖励农耕、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律立法、考证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艺术、雕刻古籍、大兴文教等等等等。这做的很多事儿都是超越了前人，是犯得上非凡之举。所以史书记载的政事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于上而已什么事他都自个儿干，文武百官就是你听命就行了。所以人无论精力多么旺盛，你毕竟是肉体凡胎，经不起年复一年日夜操劳。所以柴荣死的时候才39岁。所以这一类的皇帝为什么是短命鬼，过劳死？接下来呢，咱们得说皇帝短命第二个原因，那就吃仙丹中毒死了。就有很多皇帝相信吃仙丹可以长生不老，最后中毒。咱们得实事求是说，在中国古代皇室为了保证血统纯正，相当一部分人呢会采用近亲结婚的方式延续家族力量。现在咱们都知道，近亲结婚生下的孩子呢会有很多身体缺陷和遗传疾病，可是当时的人不知道，所以面对疾病和死亡呢，往往会用迷信的方式寻找答案。一些皇帝呢为了增加寿命甚至长生不老，迷信于仙丹。在各朝皇帝当中对仙丹最为迷恋的得属唐朝的皇帝。你比方说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都是因为服仙丹早早把命给丢了。但是唐朝皇帝这方面前车之鉴呢，也没有被后来的皇帝吸取。明朝的嘉靖皇帝朱厚熜那是最喜欢吃这个仙丹的。这嘉靖皇帝从小体弱多病，为了长生不老，他迷恋上道教，20年不上朝，整天琢磨炼丹。结果就因为这炼丹呢，他差点被宫女给杀了。他有一天他睡觉睡一半的时候呢，进来10多个宫女。这些宫女你看一个个娇滴滴，下手挺狠，拿个大绳子把绳套套到嘉靖皇帝脖子上，然后俩按胳膊，这俩按腿，这俩捂被子，这俩捂他嘴，干嘛？要把皇上勒死。可这些宫女没有杀人经验，你勒人那个绳子你得套的活扣，这才能越来越紧。结果这些宫女给系个死扣，把皇上勒得直叫唤，跟杀猪似的，没勒死。这功夫呢，手底下人进来了，把宫女给打倒了，把皇上给救了。有人说这宫女是吃了雄心吞了豹胆了，怎么是敢杀皇上呢？这都是仙丹惹的祸。前面咱说了，嘉靖皇帝好炼丹，也不知道哪个老道给他出的主意，说炼丹有2样药最管用，什么呢？一个叫秋实，一个叫红铅。什么秋实呢？就是用童男的尿熬炼成像盐一样的结晶体，这叫秋实。红铅是什么呢？这更狠，用处女的月经血熬出来的。这嘉靖就信以为真了，就从这些还是处女的宫女身上采月经血，用量也挺大。怎么办呢？他听老道的，给宫女吃药，干嘛呢？提前这些宫女的月经期，而且让他们多出血。你说这宫女得多遭罪啊！最后一看，算了吧，与其这个让他一点点弄死我，不如我把他弄死。于是就上演了宫女杀皇帝的精彩一幕。当然这嘉靖没被勒死呢，他也没从这当中汲取什么教训，他炼丹都走火入魔了。所以后来呢，嘉靖皇帝长期服用丹药，这个不管是红铅丹还是秋实丹，它都不是人体纯粹的排泄物，它是里边还加上诸如金石铅这些金属，所以服用之后呢，对人身体毒害很大。嘉靖皇帝长期服用丹药，慢性中毒，结果最后一命呜呼。他虽然没死在宫女手里，却死于由宫女精血炼制的丹药上，这也算是报应。所以除了过劳死、吃仙丹中毒以外呢，导致皇帝短命的原因之3呢，就沉迷女色、纵欲过度。历史上因此而死的皇帝不在少数，少说得有几十个人。因为率土之滨，皆都是王臣，你天底下女人都算是皇帝的，所以这皇上他要是喜欢女色呀，那是管够的。你看明武宗朱厚照就有名的正德皇帝，就是中国古代帝王当中玩弄女色最有花样的皇帝。
明武宗这纵情声色呀，达到无以复加的巅峰。他是有爱无泪，也有性无泪，只要是美女，只要令他心动，你管你少妇、幼女、孕妇、妓女，他都想要，都想尝尝什么滋味，来满足自己无穷的好奇心和淫欲。这个明武宗呢，大兴土木，翻修宫殿，建了2座多层的宫殿，2厢设有密室，叫豹房。这豹房里边就有2只金钱豹，其实养了更多的众多美女。这明武宗大展雄风，夜以继日在这里花天酒地，纵情淫乐。这还有那几个专门擅长奉迎的官吏，见这个明武宗对宫中女人玩腻了，就给他搜罗12个色目。色目什么意思呢？就眼睛带颜色的，就是现在中亚呀、哈萨克斯坦呢、西亚、伊朗一带女子进献给皇帝。你看这地方女子能歌善舞啊，而且异域风情啊，明武宗见了特别喜欢啊，觉得特有味道，特有魅力。但就是12个太少了，他要多多益善，所以呢，就下旨把朝中大官家里所有的色目女子都招进豹房，供他淫乐。那么说朱厚照这精神头能跟上吗？不是说他身体好，他是仗着壮阳药的威力。朱厚照外巡时候有2样东西不能少，一个是后宫嫔妃，一个是壮阳药。女人不离教，性药不离身，走哪儿到哪儿。那么明武宗众多历史谚文当中咱大伙儿可能最熟悉的是正德帝下江南戏李凤姐，但那是编的，真事儿呢，这得说他跟太原妓女刘美人之间那一段。明武宗是怎么认识太原妓女刘美人的呢？这不得不说这个皇帝的另类爱好，微服私访。他这微服私访可不像说康熙微服私访，他这微服私访出去其实不干都是正事儿，基本都是到民间去猎艳去了。在1518年呢，第4次微服私访出巡的明武宗来到太原。他到太原呢，也没有什么政绩与训诫值得留到清史上。他到太原干嘛？其实就是吃喝玩乐。轻描淡写的过问地方事务之后呢，他就原形毕露了，和以往一样的广索美女。在众多美艳的歌妓当中呢，明武宗找到了他一生当中最宠幸的女人，这就是呢当地的岳户刘良的女儿，也是晋王府乐工杨腾的老婆刘美人。他就把这个色技双绝的这刘美人留在自个儿身边，日夜不离左右。这明武宗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年呢，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其实当时王阳明已经把局势控制住了，把宁王叛乱呢给摁住了，但是一意孤行，不听群臣组建明武宗，非要亲自出征，过瘾，过打仗的瘾。出征前呢，率军先行的明武宗跟刘美人相约，说我随后接你到军中随行。这刘美人就拔下头簪呢，作为使者的信物。不巧呢，这枚头簪在卢沟桥丢了，不见信物呢，刘美人对迎接他的使者耍起脾气了，不去。于是明武宗呢，丢下南征大军不顾，昼夜兼程，乘小船回去，亲自迎接刘美人。那么从南京返回北京的途中呢，这朱厚照留恋水乡秀丽景色，一路上捕鱼设宴，雅兴十足，走走停停。结果呢，在这个清江乐极生悲，他撒网捕鱼的时候呢，跌到水里了，虽然没淹死呢，却惊吓生了病了。这时候已经被色欲掏空身子的这个明武宗有点经受不住了。在祷告天地的时候呢，一口血喷出来，吐在社稷坛上了。最终呢，明武宗呢没来得及给刘美人留下任何名分与封号，就病死在他的豹房当中。后来这刘美人也不知所踪了，就历史上也没有记载这刘美人的下场到底是什么样。所以明武宗呢就活了31岁，可以用嬉戏无度4个字概括他一生。偏爱美色到这种程度，那这荒唐皇帝之名也算是名副其实了。所以我们看皇帝这个职业呢，看似光鲜，其实问题多多。还是那句话，享受什么样的权利，就得履行什么样义务。如果你权利不受约束，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因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往往你就会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人不约束自己的欲望，早晚是会出问题的。所以你从皇帝身上也能看到，我们现在有的人觉得春风得意，不受约束，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其实这往往是你作死的开始。我们在看到古装的电视剧里边，尤其是和这个朝政宫廷有关的，
你比方说像康熙王朝、雍正王朝这样剧，常听到有一个词儿叫风闻言事。什么是风闻言事呢？它也叫风闻奏事、风闻弹劾。它是中国古代一项监察举报制度。风闻呢，就说凭空听来的，就没有真凭实据，叫风闻。今天我们不也经常说吗？风闻什么什么什么，就没真凭实据，道听途说的。言事呢和奏事是一个道理，就是可以向皇上禀奏弹劾某个人。这个风闻言事呢，是封建社会监察百官、纠举不法的一种方式。具体说呢，就是古代官员呢，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呢，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对其他官员提起弹劾，或对时政呢发表意见。无论什么小道消息街头巷闻花边八卦只要官员本人认为有必要上达天听奏请皇上，都可以大胆进言，而且还可以匿名举报。就算最终证明传闻不实，那举报的官员呢也不需要为这事负什么责任。那这样的手段在如今看来就如儿戏一般，说这不容易造成诬告吗？说官员不去验证真假，就把一件事情上报给国家，那么国家的司法机构不就乱套了吗？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风闻言事的方式呢？甚至形成了一种古代的监察制度呢？那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风闻言事有多厉害，它的弊端和优势都哪些。在古代，自从皇帝开始设立御史监察制度开始，风闻言事就一直是朝廷所提倡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呢，风闻言事是中国古代对权力约束的一项重要举措，它极大的扩展了朝廷获取举报信息的来源。那么在风闻言事的社会风气之下呢，任何官员都是胆战心惊的，因为就连莫须有的事情都能举报，更何况真的作奸犯科、贪污腐败呢？所以你要从积极角度来看呢，风闻言事这个制度让官员在胆战心惊当中履行职责，是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和约束力的。尤其是在大清，风闻言事呢成了朝廷打击贪官的一个重要手段。你看乾隆22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风闻参倒贪官的例子。被参的这位呢叫做蒋周，原来是山西巡抚。这一年呢，他从山西调任山东，高升了。那么因为山东呢地界比山西大还重要，所以调到山东巡抚这位置上呢，你看着是平级，其实他算高升。可是呢，山东巡抚这个位置还没坐热，就被摘下官帽戴上枷锁了。怎么回事呢？这个蒋周调离山西之后接任他当山西巡抚的叫塔永宁。有人说这塔宝塔的塔，说怎么还有姓这姓呢？他是满族人，满族有这姓。这塔永宁呢，就用风闻言事的方式呢，参了蒋周一本。塔永宁在奏报里给皇上写说臣由陕西启程，赴任图次，既闻得升任布政使蒋周亏空酷相。就说我塔永宁在从陕西往山西接任巡抚的途中，就听说了，说山西国库出现了亏空。这个塔永宁刚刚到任，他手里并没有蒋周亏空的确实证据，再加上蒋周已经调离了，如果真的出现亏空，这塔永宁自己可就说不清道不明了。所以他跟他自己利益相关，说听说是出亏空了，那我要这事不往上报，那我到任上出亏空不得我负责任吗？他不敢怠慢，马上用风闻言事这种方式向乾隆奏报，请求彻查此事。那乾隆皇帝接到塔永宁密奏呢，也感到意外，因为在他印象当中蒋周是一个德行优良、爱民如子的好官，不太可能做出这个事儿。而且呢，蒋周从曾祖父开始声望就很高，他祖父父辈也是兢兢业业、为官清正。何况呢，蒋周官运宏图，前途光明，怎么可能因小失大，又挪用库银葬送自己前程？乾隆有点不信，但是这事关系重大，不可草率决断。所以乾隆呢下令呢，让刑部尚书刘统勋以钦差大臣身份呢，对蒋周进行调查。这钦差大臣刘统勋也不是一般人物，咱们看《天下粮仓》里边不就演了刘统勋的一些事吗？再一个，刘统勋他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宰相刘罗锅。这个刘统勋这个人很有才华，没有重大案件的时候呢，刘统勋常被皇帝派作钦差大臣去办，因为他本身刑部尚书，相当于现在就说公安部部长。这刘统勋呢赶赴济南，当时就把蒋周用现代话说就跟双规差不多隔离了。那么这边塔永宁也没闲着，他亲自调阅国库收支记录，盘查库存，约相关官员谈话，很快注意到了原太原知府杨龙文。
那蒋州任山西巡抚期间呢，这杨龙文是他部下相当活跃，上蹿下跳，马不停蹄的拜会山西各州府县一把手，内容就一个：你们赶紧呐向省府交纳银两。这属于硬性摊派，各州府呢只能听命，所以很短时间之内就缴纳完毕了。谭咏麟就怀疑杨龙文这个举措是在筹集银两，试图填补这蒋州造成的国库亏空，于是他马上把杨龙文革职拿问。这杨龙文倒很识时务，对自己行为供认不讳。他承认呢，向各州府县呢勒索银两，就是要填补国库，而挪用国库的就是自己原来的上司蒋州。而这边呢，在刘统勋审问之下，蒋州一开始避重就轻，坦言自己确实动用了国库银两，但那是为了修缮山西巡抚大堂，没有私吞。刘统勋可不相信，说修缮办公场所哪用得了这么多银两啊？你这明显是顾左右言他。后来呢，谭咏麟呢把杨龙文的证词与一份标明摊派给各州府官员的银两数额名单呢，交给了刘统勋。刘统勋把这些罪证拿到蒋州面前，蒋州马上就撂了，对自己行为供认不讳，承认自己挪用国库银两17000两。为了弥补呢，他勒令杨龙文向各州府摊派，搜刮民脂民膏，同时贪污了3000多两朝廷的赈灾专款，才算把亏空补齐。审讯结果报到朝廷，乾隆大为震怒，把主犯蒋州杨龙文处死，与蒋案有关的这些被牵连的官员呢，纷纷的革职降级。这是一个标准的封文言事成功的案例。先是巡抚谭咏麟呢，根据封文得悉山西布政使蒋州亏空，乾隆呢随即令刘统勋查办此案，查证之后，贪污官员分别受到处分。如果当时谭咏麟因为没有掌握确实证据，就放弃对蒋州的封文弹劾，那么贪污挪用公款的蒋州很可能就逍遥法外了。那么日后国库亏空这口黑锅可能就会由谭咏麟来背。而在清代呢，许多大案要案呢都是通过封文言事的方式破获的。比如我们以前老梁同时讲过的雍正11年那个于洪图科场舞弊案乾隆45年的李世尧贪污纳贿案等，都是封文言事成功的案例。虽然封文言事制度现在听起来不大科学，但历朝历代仍然很多时候沿用这个制度。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检举揭发的积极意义，它的初衷呢，也是让官员在随时被举报弹劾的高压下执政。一定程度上，这个制度呢，对中国古代官场肃贪反渎职起到过很好的推动作用。当然了，封文言事的制度呢，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弊端。它主要的副作用在于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可以利用这样的机制造谣重伤、混淆视听，甚至颠倒黑白、整人害人。你看，纵观中国古代史，不乏一些因个人利益得失对无罪者进行诬告，而且造成较大影响的案例。最出名的就是秦桧那个莫须有嘛，诬陷这个抗金名将岳飞。那么封文言事制度呢，虽然给举报者弹劾其他官员的权利，但同时呢，可能会因此造成党争或者个人恩怨，而对官员进行不当弹劾甚至诬告。你比方说这个宋史上记载这么的例子，就北宋的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很有名，文章写得好，他就多次被诬告诽谤。这个欧阳修呢，曾经一度进入到宋朝的权力核心，到晚年的时候呢，欧阳修屡次卷入政治风波，差点被逐出朝廷。那么他有一次的诬告就是由封文言事制度带来的。当时呢，有一个名叫薛良儒的人，是欧阳修老婆的堂弟，就算他个小舅子。但因为以前呢，举荐的某个官员贪污事发，他受到连坐问责，被免了官职。于是薛良儒请求自个儿的姐夫欧阳修出手相助。欧阳修为人正直，不敢罔顾法纪，于是他不但没有帮薛良儒，反而还请求朝廷依法严惩。薛良儒因为这个事儿对自个儿姐夫欧阳修是恨之入骨。于是呢，这薛良儒就编排散布一则谣言，说欧阳修和他儿媳妇吴氏有奸情，他爬灰。这薛良儒你看作为他小舅子，经常出入欧阳修家，所以对欧阳修家里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诬告这个事儿的时间地点呢，像不像样的。很快这京城官场就流言四起，包括现在都是一听说有这事儿多数人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么这个谣言呢，传到了御史中丞彭思永耳朵里，彭思永把他告诉了能够直接向皇帝弹劾官员的另一个御史蒋之奇。蒋之奇随时马上就起草了奏章，在朝会时候当堂弹劾欧阳修道德败坏、人伦丧尽，跟儿媳妇有染，
请求严惩欧阳修。蒋之奇为什么这么利索就弹劾欧阳修呢？其实啊，这也是官报私仇。因为前朝宋英宗时期啊，欧阳修和宰相韩琦呀，他俩都属于执政派，和这御史这一派打过一次口水战，双方互相攻击，韩琦和欧阳修这边获胜了，所以御史这一派怀恨在心，就恨上欧阳修了。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新皇继位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御史这边就准备报仇，所以蒋之奇呢这次弹劾选在百官集会的公开场合，趴在地上连番磕头，态度强硬，皇上你一定得惩罚欧阳修，这道德败坏。旁边的御史中丞彭思勇呢也代表整个御史表态，欧阳修必须停职，一经查实必须逐出朝廷。结果这个事儿啊，你想在大宋时期很讲究礼法，身为朝廷重臣，如果真的私通儿媳，那欧阳修可以说声名扫地，朝廷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当然欧阳修遇到这样的诽谤啊，那肺都气炸了。这时候年轻气盛的宋神宗啊，起初也很生气，说好你个欧阳修啊，你还身为文人表率呢，干出这么有辱斯文的事儿。后来宋神宗冷静下来想，说咱先把这事弄清楚吧。于是呢，他让蒋之奇这些人说明，说欧阳修私通他儿媳，这证人在哪儿？皇上想亲自审这个证人。这欧阳修这个事情引起宋神宗亲自过问，他小舅子薛良儒不是证人吗？一看这事儿啊，皇上较真，有点害怕了，打退堂鼓了，半夜偷偷溜出京城。这薛良儒不见了，那蒋之奇就在风口浪尖了。蒋之奇只好交代说，欧阳修跟儿媳有染这事儿啊，是御史中丞彭思勇说的。彭思勇也知道薛良儒不见了，若是明白告诉宋神宗人不见了，那彭思勇跟蒋之奇就会落个诽谤重臣的大罪。于是彭思勇回禀宋神宗说我不能告诉陛下我从哪儿听来这流言，万一欧阳修打击报复怎么办呢？何况我们这御史里边规章早就有规定，身为御史是可以封为言事的，弹劾官员不必要实际证据，只要有些传言，御史就有权利提出弹劾。至于事情是否属实，那是大理寺的事儿，就那时候的法院。彭思勇这番话也挺有道理，即便是宋神宗也不能强迫彭思勇违背封为言事的规定，说出人证的姓名，就你得保护证人。可是虽说御史言官可以封为言事，但这事太过荒唐，何况给欧阳修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太大。欧阳修一气之下连上9道奏折，请求皇上严查此案。宰相韩琦呢也出面力保欧阳修。宋神宗权衡利弊，为了平息欧阳修的怨气，下诏呢把彭思勇和蒋之奇贬了官。虽然最后这事情查清楚了，但是这个谣言呢对欧阳修的形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咱都知道啊，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啊。当时朝野上下很多人就相信欧阳修跟儿媳妇不干净，所以欧阳修经此打击之后心灰意冷，多次请求辞职。最后呢，终于回到地方工作了。5年之后呢，欧阳修郁郁寡欢，死得比较早。很明显呢，这起封为言事事件呢，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作为打击欧阳修一个突破口而存在。最后即使不能置欧阳修于死地，也基本把他逐出了权力中心。应该说这些政敌的目的最终还是达到了。所以历史上这种利用封为言事党同伐异、打击报复的案例那是很多的。说到底呢，古代这些查无实据的封文，如果换到今天，那无疑就是公然诽谤，必须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在古代呢，它还真就合理合法，这也是造成封为言事含有大量非客观因素。一旦被别有用心人利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而制造一些诬告，那么封为言事呢，它的另一面就露出来，它就变成了一个害人的制度。那么虽然咱们前面说封为言事呢广开言路，令皇帝倾听了民意，但是封为言事绝对不是统治者想要维护百姓利益而设置制度，它反而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大手段。说白了，刀把子掌握在统治者手里，我要想收拾谁，封为言事反而给我提供了一个合法的依据。在封建王朝，最后决定权一定在至高无上的皇帝手中，言官也好，御史也罢，无论你参奏的封文是真是假，最后得看皇上眼色，听从皇上圣裁。所以封为言事呢，有时候成了皇上打击异己的一个手段，巩固皇权统治，为帝王名正言顺地完成铲除异己的工作。你看明朝初期，朱元璋就给了言官很大权力，可以说他是鼓励言官御史告状的。所以明朝这个言官御史品级不大，权力不小，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市井传闻，看不惯就上朝奏报。反正我只负责上书，对与错由皇上自己判断，错了也不用负责任。当时的言官都跟皇帝穿一条裤子，一唱一和。
让无数位高权重的大臣因此身败名裂。当时赫赫有名的蓝玉案就是在朱元璋授意下通过封文诬告重臣的杰作。蓝玉呢是明朝的开国将军，常年跟朱元璋出生入死，算生死之交，在战场上多处战役，这蓝玉打就会胜，屡战屡胜的战绩呢让他成为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在朝廷上地位也高。结果朱元璋呢当皇帝之后，洪武26年，有人诬告说大将军蓝玉企图谋反，这个状告之人呢也没什么真凭实据，就凭空捏了个罪名。但朱元璋听完之后呢，马上把蓝玉拿下，当堂庭审。蓝玉当然是不承认了，而且他说了很多名字，说这些人可以给我作证，我没有谋反之心。结果点到的人全都受牵连，被朱元璋认定为蓝玉同党，一并押入大牢。蓝玉呢没来得及为自己辩解，虽然说自己绝无此事，但经过一番严刑拷打，到第二天他就死了，就等于把他杀了，他家里人也被处死了。事后锦衣卫呢在蓝玉家中发现大量信件，只要信件中提及名字全抓来审讯。3个月之内，连坐被族诛的人达到了15000多人，其中不少都是原来骁勇善战的强将。为了使这一屠杀名正言顺，咱都知道朱元璋就借这机会清理功臣。朱元璋特地颁布了逆臣录，向天下昭告蓝玉的罪名。但是从保留下来逆臣录当中可以看出蓝玉谋反罪名是被捏造出来的，因为这逆臣录里根本没有主犯蓝玉的口供。仅因为如此残忍的刑讯拷打，蓝玉都没招供，可见其中是有冤情的。你看这逆臣录呢，留下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你看这里边记载，一个叫蒋父的人供述说，蓝玉领兵回来请朋友喝酒，这蒋父的人也在列。在这次酒宴当中，蓝玉对他们说我们是老朋友，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想谋反，回头你们得帮我事成之后共享富贵。其实蒋父是干什么呢？就是蓝玉家里负责给厨房打鱼的，他哪有资格跟蓝玉推杯换盏呢？还有个叫张银孙的供述说，蓝玉出征回来，他去拜见，蓝玉对他说自己要成大事，你们准备好武器等自己号令。可这张银孙是什么呢？是蓝玉个老乡同乡，干啥的呢？就染布的，每个月呢固定的给蓝玉的家里头呢送染好的布料，说白了是个下人。你说这些人，蓝玉要选择同党，就选这些个乱七八糟的身份非常低的人，对他谋反有什么帮助？随随便便他就把谋反计划告诉这些人，这还是个大将军吗？这表现得如此草率跟业余，这怎么可能呢？可以说蓝玉没有谋反之心，朱元璋一定是知道的，但是他还是把蓝玉抓了，而且第二天就急匆匆杀害，可见蓝玉之死就是朱元璋一手策划的。朱元璋接获蓝玉谋反的举报后，根本不加查证，而直接将封文作为证据。其实这是朱元璋大开杀戒的遮羞布而已。这样没有证据只听封文的诬告，只要经过查证就会发现破绽百出，根本经不起推敲。问题是皇上根本就不想查证，他就是想让你死。所以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巩固皇权、铲除异己的目的。比方说唐朝武则天重用酷吏来郡臣，同样采用封文的方式给朝廷重臣罗织罪名，这跟朱元璋呢做法是异曲同工。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讲到这个封文言事制度，如今的信访举报呢，跟古代的封文言事在一定程度有相同之处，但是今天这举报时信访举报你得经过查证。当然诬告呢不是古代官场的产物，咱今天呢也是屡见不鲜的。举报是公民基本权利，但诬告是违法的。我们现代日常生活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造谣和诬告，可是呢这和封文言事有很大不同了。我们现在是依法治国，不是凭借着掌握权力的人一家之言就给你定罪。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信访举报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呢通过依法治国的方式有效的遏制了信访举报可能出现的这种诬告。所以呢依法治国就会保证当权者清醒理智的对待每一个封文，不要让自己呢成为造谣诬告的人，也不要让举报变了味儿，从而能够更好的达到反弹。过去大臣和皇上汇报工作不像现在这么简单，说你进办公室跟领导好好聊聊过去不是，过去呢大臣跟皇上汇报工作要写成奏折递上去，皇上看了之后呢在上边预批就批回复，再交到大臣手里。奏折这个叫法呢是从清朝开始这么叫，在这个两汉时期
管这个叫章、奏、表、议，都指着奏折。唐宋时期呢，叫书、启、状、札，都一回事，都是用于大臣和皇上之间的沟通。因为臣子众多，所以皇上呢每天要用大把时间来回复奏折。你拿着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雍正来说吧，他执政13年时间呢，在奏折上写下的批语有1000多万字，那他每天呢也就睡大概4个小时。所以说真正的勤政的皇帝呀，那是个挺辛苦个活。按说皇上这么辛苦，批奏折流程这么复杂，必须得说点重要的事才值当。你像军政要事啊、民情灾情啊等等。可是真相呢，往往令你想不到。事实上，在众多的奏折当中啊，有相当一部分是垃圾奏折。有些大臣呢，经手的大事没有多少，不上奏呢，又显得不够勤政，所以就索性写一些不咸不淡的奏折来凑数。你比如有一个大臣就曾经上奏说台湾有个妇人呐，就有个女的拾金不昧。你说这么屁大点事有什么可上报的？所以皇帝看了这样的奏折呢，有时候就会用一些非正规的语言来回复。问题是他心里来气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奏折就显得不够正经了。所以咱们大家想象当中说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奏折，那一定得是很正式很严肃，其实不是，有的时候反而显得挺荒诞。今天咱们给大伙说说这些不正经的奏折。首先咱来说说大臣上报了哪些不正经的奏折。有一些纯属是没事找事就是管自个儿妈叫二大娘，没话找话的。你看清朝有个官员名叫孙文成，在康熙雍正两朝都担任杭州织造一职，负责监管的皇家制造院。当时这个制造院呢，除了向皇室供奉御用的纺织品之外还要负责秘密打探江南的地方政情，充当皇帝的耳目。因此制造院这个负责人呢，大都是皇帝特别信任的内务府官员来担任。按说皇帝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孙文成，这孙文成应该竭尽心力打探，向皇帝汇报才是呢。可是他偏偏对正事不太上心，而是非常热衷于上奏请安折。什么叫请安折呢？就是官员向皇帝问好的奏折，有点拍马屁性质。孙文成这个爱好呢，从康熙一直持续到雍正，尤其雍正在位的时候，这雍正皇帝没少被这孙文成骚扰。为什么说骚扰呢？因为他这个请安折奏起来是没完没了。你看史书里记载，从雍正1年的11月初1开始，到雍正5年9月初1为止，孙文成每个月的初1都会准时向雍正递请安折，而且内容都是一样，就一句话：皇上圣安。要说雍正还是挺有耐心，每次呢都回2个字：朕安，就是我挺好的。你可以想象，如果说这是2个人有微信的话，那对话基本就是皇上你好吗？那边皇上回我挺好。皇上你好吗？我挺好。皇上你好吗？我挺好。就反反复复这几句话一说了好几年。开始的时候呢，雍正的回复还是比较用心的。除了写这朕安2字之外呢，还说过一次朕甚安好，又胖了些，就我现在比过去胖点了。你看一看，这就是关系不错才能这么回复。到后来架不住总这么折腾，这雍正就有点麻木了。有一次呢，孙文成挺难得上奏了一个说正事的奏折，内容是关于当地的天气和粮食价格的报告。结果雍正呢都没看这奏折，一看是孙文成上的，直接就回复2字朕安，他还以为是问你好吗？就可见这孙文正已经把雍正搞得麻木了。这个孙文成不仅絮叨，而且还很糊涂。康熙在位的时候呢，他在奏折犯过2次低级错误。一次是康熙56年的11月初1，孙文成给康熙上请安折的时候，在同一个奏折里边还附上了一份普陀山法雨寺主持圆寂的折子，就这只和尚死了，其中还提到一个叫裘兆鳌的文人也死了。这明显是这个孙文成疏忽了，上奏折的时候呢，把这些东西也塞到里头了，弄错了。康熙一看就来气了，你给皇上上请安折里边说别人死了，这也太忌讳了。所以就赶紧回复孙文成说，你把传死讯的折子跟请安折放在一个信封里共同上奏，此为无礼大不敬。这话挺重孙文成吓了个半死。
但是他没长记性。到康熙60年7月初1的时候，这时候康熙就快龙驭归天了，那时候60年嘛，他又再次孙文成又犯糊涂了。当时他上报说台湾有个叫朱一贵的聚众起兵了。康熙看了奏折之后十分恼火，说这人报的军情，你恼火什么呀？不是，关键这个朱一贵起兵这事儿啊，2个月前就有人报告了，就这2个月之后他才奏出来，人那边这个聚众起兵的事儿都已经评判评完了。那康熙很生气，就回复他说：“你说这些话都没头没脑，我实在不懂。”所以你想呀，这皇上一看2月之后你再向我上这奏折，你说你得多糊涂吧？又康熙又不好直接骂人，所以回复说：“你奏折我看不懂。”所以你看，就这孙文成啊，这辈子基本没怎么上过正经的奏折。那么跟这个孙文成不务正业不同的是呢，康熙年间的直隶总督赵洪谢属于对工作特别认真那种。他认真的好处呢，就是说呀，还挺敬业，这是好。坏处呢，他就容易很轴。就这个人赵洪谢这个人是很固执的，他在上奏折这方面就非常非常的固执。康熙56年6月初4，赵洪谢呢给康熙上报了一份叫顺天保定等府6月初得雨这么个奏折。就是说顺天保定，顺天府是哪儿？其实就是北京这一带，保定这离北京也很近。说这些地方呢，雨水很充足。康熙看后就回复了，说你给直隶总督吧，你管地盘。说知道了。这个回复不要紧。紧接着赵洪谢在6月初6、6月初8、6月初10、6月25又上了4份奏折，内容和前面一模一样。康熙看了后非常不理解，说你这同一份奏折，你上这么多干嘛呀？开始挺客气，就都回复说我已经批复了。到后来烦的不行了，干脆就批复，早知道了，不必再报告，叫赵洪谢赶紧停下。康熙本来以为可以消停了，好景不长。第2年，就康熙57年的6月，赵洪谢的奏折又来了。整个6月他上奏了近10次，这10次的内容和去年全一样，还是说下雨那点事儿。康熙心想，你赵洪谢是不是有病啊？顺天府就在北京，保定府离北京也不远，下不下雨我能不知道吗？我把窗户推开看看天我就知道。于是康熙直接翻脸了，说此地雨水充足我早知道了，你折子太密了，不要再写了。你看皇上能在折子批复写这话，说明把皇上给逼急了。其实赵洪谢这个轴劲儿，康熙早就领教过。再往前倒，康熙51年的时候，在康熙过生日前夕呢，赵洪谢就曾经弄过这么一出。当时他申请回京参加康熙的生日，说我从保定赶回北京，要给康熙拜寿，结果康熙拒绝了。1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3次，上了6、7次折子，说我就要回北京祝贺你生日，把康熙弄烦了，放下狠话，不准来。这仨字多狠呢！这赵洪谢才放弃这想法。你说他这种上奏折，除了体现他比较轴，这人挺磨叽以外，你说奏折能正经吗？很不正经。这但凡轴的人都有一种不达目的死不罢休劲头。大清的闽浙总督叫觉罗满宝也是这么个人。在康熙58年的3月28，他向康熙上奏说我要进贡台湾的特产芒果。那会儿北方人哪知道芒果是什么，康熙也不知道，所以回复说没什么用，不用送了。康熙一看你送我水果，这到这儿，这康熙肯定想到那个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说你为吃这么个东西，大老远你送来，800里加急一战，这皇上不成昏君了吗？就批复没什么用，不用送了。这觉罗满宝呢，这心里头觉得不舒服了，说这么好吃的东西，皇上怎么能不要呢？所以1个月后他又上了一份奏折，内容还是送芒果。康熙看了以后很不耐烦，回复怎么回复呢？说以前没见过芒果，本来想看看的，现在看来确实没什么用处，所以日后不要再说送芒果的事了。照理说皇上这么说你该停了吧，人赵洪谢那么轴的都不敢再上奏折了。觉罗满宝这人比赵洪谢还轴，听皇上说不要，那不行，必须送。后来呢，他借着进京述职的功夫，把芒果硬送给康熙。不仅如此呢，他还把芒果树带到北京。结果你还别说，结果挺好。康熙吃了芒果之后呢，挺喜欢，叫人把这些树种在北京城各个地方。所以你看这觉罗满宝，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愿望还真实现了。其实历史上大臣呢还上报过很多不正经奏折，
我们现在有时候慨叹说，为什么这些大臣会递上来这么奇葩的折子呢？难道他们的情商，这些人位高权重，情商还不如普通人吗？不是。为什么上这些无聊的折子？我告诉大家，这个过去啊，各地封疆大吏，尤其外地的臣子，很难见到皇帝一面。时间长了之后呢，他怕皇上把他忘了，忘了之后自个儿升迁呢、政绩都无从谈起了，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折子是干嘛呢？提醒皇上人在呢，我在这儿呢，您得注意我，提高在皇上面前的曝光度，拉近君臣之间距离，密切双方感情关系。同时显得呢，我上折子勤意味着啥呢？我天天忙活的，我在给这皇上办事呢。这也是邀功取宠、拉近关系的一种办法。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情商低，他们上这些无聊的折子有他们的用意。那么咱们说大臣这头上这些折子不正经，咱再说说皇上不正经。就皇上有时候啊，回复奏折也不太正经。我们感觉说皇上应该是冷静睿智，天子无戏言嘛，但其实是表面现象。皇上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高兴生气的时候，因为性格情绪不同呢，皇上回复奏折的时候啊，说的话也不一样，偶尔呢还会调皮一下。你比方说皇上有时候也不冷静，逼急了呢也会说脏话。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这个人呢有个特别的地方，他呀对木材十分珍惜，再加上大宋初年呢这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这皇上呢也节约，赵匡胤呢就要杜绝这浪费。有一回呢，执掌木料的官员呢觉得这个库存的呀木材长短不齐，一根长一根短，不好存放，就奏请皇上说，我打算呢把木材呢结成长短一样的木料，就都把它结成长短一样的，整齐存放，这不好存了吗？赵匡胤看了之后很生气呀，长木料你给结一块去，你这不浪费吗？就在他折子上回复说，你的手脚的脚趾啊，就你手指脚趾啊，也是长短不齐的，为啥不结成一块让它一样长短呢？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这才是规律。一句话把大臣噎得无话可说，再不敢提这事儿了。还有一次呢，赵匡胤皇宫的房梁折了，官员赶紧呢着手修缮，因为是皇帝的寝宫，大家都不敢怠慢。于是呢，主管修缮的官员就上奏说恐怕别的木材不堪使用，请求结一条磨坊来用。什么叫磨坊呢？磨坊就是粗大的上等木材，粗细呢得有2个人合抱那么粗。赵匡胤一看要结一条磨坊动上等木材，你知道他在奏折里怎么批的吗？特滑稽，就批示8个字：结你爷头，结你娘头。说白了就是结你奶奶个孙子木料。就皇上一着急爆粗口了，你怎么别动我木头？你看皇上逼急眼了，在奏折里也骂人，这挺有意思吧？这皇上既然有刚烈的一面，他也有温柔的一面。皇上要温柔起来你都受不了。雍正呢和年羹尧2个人没翻脸之前关系很近，近到什么程度？在奏折里边，这雍正批复年羹尧奏折说，朕实在不知道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而用心爱我之处，朕皆能体会得到。你听多肉麻，不知道还以为恋人之间这通信。还有一次呢，雍正回复年羹尧说，从来君臣之欲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如我2人耳。我2人愿做千古君臣之于榜样，令天下后世亲慕留贤，就是也。意思什么呢？就咱俩关系这么铁呀，别人看着都流哈喇子，我垂涎3尺嘛。所以这样的批示，后人一看呢，感觉很别扭，你无法想象这是一个皇上和一位战功赫赫大将军之间的交流用语。所以有人就调侃说，雍正是最会和臣子调情的皇帝。其实呢，无论发脾气好，甜言蜜语好，这都是真性情的表现。还有的时候皇上不正经奏折里有一些恶意不阳光的东西。你比方说皇上在奏折里头跟大臣合伙蒙人，咱们前面不是说雍正跟年羹尧关系好吗？正因为关系好，雍正在年羹尧面前非常放松。有一次跟年羹尧合伙蒙人，什么事儿呢？雍正他这个当初我们都知道叫9子夺嫡，他跟他哥兄弟呢争，其中康熙的9儿子，雍正不老4吗？雍正叫胤禛，他9儿子叫胤堂。
雍正继位之后呢，就把他的九弟发配到西北，让年羹尧负责看管，意思是你别让他造反怎么着的。当时这九辈子呢上奏就说要回京，我想回北京。雍正是不想让他回京城的，就含糊的批复折子说知道了。这雍正就怕说批复知道了这九辈子当真要回来，所以呢他在给年羹尧的奏折回复的时候怎么说的呢？说九辈子要来京，奏了个折子，朕亦不曾批回，浑沦的说了个知道了。他说借此要来，使不得，你只言不曾有旨于你，不要放他来。就这九辈子呢给我上个折子，我回复说知道了，他以为呢我让他回来呢，那么他回来必须通过你就告诉他，我呀从来没接到皇上的圣旨，没接到说把你放回来。实际这什么意思？就皇上不好意思跟自个儿弟弟说呀，你要回京城祭祖干嘛，我不让你回来。他把这事跟年羹尧商量商量，你就说没接到我圣旨，稀里糊涂咱俩合伙蒙他一把。你说皇上跟大臣合伙蒙人，这奏折你说得多不靠谱吧？不仅如此呢，雍正呢还在奏折里做过威胁恐吓之事。雍正继位之后呢，有位大臣上奏说要给雍正送贺礼，想拉关系，哪知道雍正直接给个批示，怎么批的呢？如以朕为可屈乎？汝望朕继位之时已年过40也，官吏情匪朕尽皆知。朕在藩邸时，既知汝名曾列坛章，汝又送朕礼物，即朕在大清皇帝前转还。如此后其小心谨慎，一举一动不能逃朕之洞见也。这话你听着文绉绉，意思挺简单，就你以为我是好骗的吗？你别忘了我登基时候都40多岁了，是雍正登基40多了，你们每个官吏的情况我都知道，你也不例外。我没当皇帝的时候就知道啊，你曾经上奏啊，向我的爸爸康熙弹劾过我，你现在还给我送礼物啊，怎么地？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小心点，你一举一动你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你看雍正这句话，这个批复让人都有点想笑，说没想到皇上这么小心眼，喜欢算后账。也确实，这也说明雍正在这时候把真性情流露出来。那今天呢，给大伙说了很多有关奏折的事儿，不是要对着封建王朝啊进行批判抨击，而是要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啊，并不像史书里反映的那么严肃冰冷。你要从24史的缝里抠东西，可以说能抠出很多有趣的东西。所以这也是老梁通史啊，做这个节目啊一个初衷。